停火4年，一系崩溃哦！胡塞组织的飞弹再袭击沙烏地阿拉伯，这一起互相攻击的事件，据说是因为包机引起的这场也门的战火。今天一起来做一个深入的剖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那么曼德海峡现在也告急了，这背后有没有美伊的代理人战争全面升级的迹象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就在全球紧盯美伊战争的时候，沉寂4年，我们现在把战场看到了在也门的战场了，全面引爆。最新消息，先来关心是在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呢，它空袭了也门首都的沙纳国际机场。那么立刻这个沙纳国际机场被攻击之后，我们看到胡塞组织是立刻展开了报复行动，也让停火4年哦，双方沙烏地阿拉伯跟胡塞停火4年的这一场冲突又是再次的起来。胡塞组织做了什么事情呢？它的报复行动是向沙烏地阿拉伯的南部国际机场发射了飞弹跟无人机，警告说各国的航空公司啊，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跑来沙烏地阿拉伯的领空，不然你还会被我们的飞弹跟无人机给打到。沙烏地阿拉伯最新也发出了声明，确实胡塞组织有做攻击，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拦截系统已经把飞弹都给拦下来了，目前没有任何的伤亡。他也说了，成功拦截了恐怖组织的飞弹攻击，这是沙烏地阿拉伯的最新回应哦。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在看说，为什么会当初发生的这一场冲突呢？导火线到底是什么？来自于胡塞组织的指控，他说是因为沙烏地阿拉伯之所以要空袭，是因为有一架伊朗的客机，它降落在也门的首都机场，也就是沙纳国际机场，所以呢，沙烏地阿拉伯就发动了这一场攻击。这到底是一场单纯的擦枪走火，还是代表停火4年的也门战争又要再起了？跟美伊在背后的代理人战争，难道有牵扯吗？委员怎么看？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讲哦，其实大家都应该注意到，在这一波的这个美伊下半场开打的这个前哨战里头，其实沙烏地阿拉伯是少数没有被攻击的海湾国家哦。那么我本来以为说这个阿联酋也没有被攻击，后来才知道阿联酋也被攻击了，只是它飞弹被拦截了哦。那就只有沙烏地阿拉伯没有被攻击哦。那么因此你说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讲，我好不容易置身事外了哦，我甚至找了这个巴基斯坦来做我新的这个保护者的角色了。那么他忽然在这个时刻对也门的武装组织、对胡塞武装组织发动攻击，我是强烈的怀疑，是因为他怀疑或者是他害怕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马上就要封锁曼德海峡了。那么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讲，其实他之所以可以置身事外，在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相对封锁的这些问题里头，原因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还有红海，它有曼德海峡，可以把它的石油运出去。可是如果一旦曼德海峡也被封锁了，那么沙烏地阿拉伯就完蛋了。所以呢，就像刚才思明讲的，他们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已经停火了4年了哦。那么4年的时间里头，其实有各种理由都可以开打，都没打。在这个时间点会爆发冲突，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原因。那我回过头来讲，为什么我会这样高度的怀疑呢？因为我们刚才在讨论，川普就是一个放狠话的高手哦，他自己把它解释为这叫做极限施压。可是各位知道，极限施压久了，如果都没有行动的话，你那个极限施压就没有用了哦。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不断的放狠话，大家就不把他的狠话当狠话了。但是问题是，如果美伊之间大家都下不了台，而下半场准备要开打的时候，那么一定会盘点彼此的工具库了。对川普来说，他有什么工具库？第一，他威胁，他说我要攻击桥梁，攻击所有的民生设施。这对伊朗来说不算什么。如果美国敢攻击桥梁跟这个民生设施，伊朗就去攻击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就好了，整个海湾国家从此就一片完蛋，重回沙漠时代。所以如果川普干了这件事，你就让伊朗有更好的借口回击，那么美国承受得了吗？这是第一个，他敢不敢？然后第二个，他说他要这个封锁荷姆兹海峡，然后呢，他要让伊朗的这个原油不能够出来，让原物料不能够进去。坦白讲，对伊朗来讲，他哪在乎这个？他就已经要跟你打一场灭国之战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我还在乎我现在的原油卖不卖得出去吗？所以更不要讲说，他说他要去攻击哈格岛。对伊朗来讲，如果我的油都运不出去了，我哈格岛的那个石油设施到底又算什么呢？
那么我们还不要说他攻击了哈格岛之后，或者是他做登陆作战之后，他可能会有更大的伤亡那么再来，他说他要封锁荷姆兹海峡，他要来玩什么我收费你的收费上次玩了我封锁你的封锁，那这对伊朗来说就是正中下怀所以你看为什么川普立刻退缩回来，因为伊朗恨不得你收100%啊，你干嘛要收20%呢？你收个100%，明天的布兰特原油就立刻跳1倍的价格上来。那再来，最后川普只能搞什么？就是空中轰炸嘛。可是如果今天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都被摧毁了，人员可能没有伤亡，可是基地不敷使用，不堪使用了，那么这个空中轰炸就没用了。可是对伊朗来讲，他手上的工具箱是什么？第一，他手上的工具箱是伊朗全民要跟美国决一死战，就全民现在都几乎成为主战派了。如果我们看到了很多在网络上的这个片段，你就看到说，连阿拉格齐走在路上都被人家丢石头。为什么？因为伊朗的民众认为说，我们不要谈，你为什么要谈呢？我们就跟美国决一死战，我们要杀死川普。你在那个哈米尼的丧礼上，你看到有多少这样的标语呢？第二，伊朗手上握了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一个海峡大概抵10颗核弹了。第三，再狠一点，他把荷姆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给切断了吧？一切断之后，美国所有的 AI 产业、算力中心、美国的这个纽约、华尔街的相关的金融资讯，马上就切断了。那么马上就会造成全球金融的大崩溃了。那你还不要讲说，我现在强烈的怀疑，他极有可能采取的这一步就是曼德海峡了。因为如果我这个荷姆兹海峡可以抵10颗核弹，曼德海峡大概至少抵个5颗吧，两个加起来15颗核弹伊朗准备要拉全世界一起下水了。就是到底看看全世界撑得住，还是我伊朗撑得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沙烏地阿拉伯之所以跟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生冲突，最主要的原因，他应该是强烈的怀疑胡塞武装组织准备要奉伊朗的这个交代，开始封锁曼德海峡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沙烏地阿拉伯跟也门的这一场冲突当中，这背后其实主要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角力现在美国很担心胡塞组织会有所动作，那所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其实呢，双方停火还有双方的冲突，其实恩怨早就已经过去。10年过去了，那主要的原因我们也来稍微看一下，包括了胡塞组织它的起源，它是这个源自于也门的北部，是什叶派的武装势力。当时呢，南北也门在1990年统一之后，胡塞组织就开始叛乱。2014年的时候，胡塞是攻下了也门的首都沙那。2015年呢，沙烏地阿拉伯它因为太担心伊朗势力深入到沙烏地阿拉伯了，所以呢，他率领联军介入，导致也门战争全面爆发。那么到了2022年，双方终于是稍微停火，大规模战事趋缓。但是我们看到胡塞组织它继续的增加它在军事上面的扩军行动，提升飞弹、巡弋飞弹还有无人机的能力，持续控制也门的大片领土。那有关于这场冲突，同样的问题，这个纪文总编又怎么看？其实这次冲突可以说是也门内战的一个延续也门内战我们知道打了好多年那本质上是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代理人战争伊朗支持的是胡塞武装，那国际上普遍认定这是也门一个叛军组织。那另外国际普遍承认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也门目前的政府，这就是形成一个格局。但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讲，这个胡塞确实是一个很难缠的一个武装势力。那由于它地处比较偏僻，而且它的这个游击队形式这种飘忽不定的这个武装力量很难剿灭，而且没有配备像我们理解的现代化的很多精密的装备，因此对以色列和美国来讲，多次轰炸。但始终打不到要害，那打了一些雷达，打了一些阵地，但基本的它的武装力量骨干完全没有被消灭。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美国和以色列，甚至欧洲国家也曾参加轰炸这个也门好几次，但也门这个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的海峡，就让你一切打成平手。因此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西方还有以色列来讲，这是打也打不得。然后要跟他和谈也谈不得，等于说软硬不吃，这个形成目前的这个僵局。那这次为什么会打起来？其实大家觉得有点乌龙，有点意外。那主要节点就是胡塞武装这次派人特别参加哈米尼的这个整个国葬，
典礼结束以后，搭乘伊朗的客机要返回这个胡塞控制的这个沙那国际机场，但也门政府，就现在政府沙烏地阿拉伯这个支持政府就说，你这个不行，你不能搭伊朗的飞机，这个飞机可能是这个革命卫队的飞机，我们是敌对的，那要求他命令他要改其他的飞机，但胡塞武装不听，还是执意这个让伊朗飞机来，所以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和这个也门的联军就攻击沙那机场，那迫使伊朗的飞机降落荷台达机场来躲避这次的攻击。那这个胡塞武装因为自己的机场被攻击啦，那我只好这个以眼还眼，我也轰炸沙烏地阿拉伯的机场，就形成这次一个擦枪走火式的冲突。是，但总体来讲，我认为在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两方都相互克制的状况之下，也门这次的这个冲突不至于会扩大哦。是，倒是也门随时会呼吁伊朗对于中东区域一些冲突，那时而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配合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这个倒是让美国和西方国家相当头疼。特别是曼德海峡如果被封锁，苏伊士运河就不通了。对于欧洲国家的话，影响至关重大。因此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就目前国际这个各国来讲，似乎是以拖待变。特别是希望借由与伊朗的一个和解，顺便拖住胡塞武装。因此，未来这个地区的危机或者这种风险能否降低，可能还是要看与伊朗就综合问题的解决，最终如何达成协议了。好，所以针对于这个郑总编提到的这个曼德海峡的影响现在其实美国也很担心，因为这会接下来影响到第一个，这个荷姆兹海峡已经被封锁了，已经造成油价上涨。那如果曼德海峡再发生问题，对于国际油价又会是另外一波新的冲击那么伊朗最新的消息是，他已经说了要找这个胡塞来合作，是不是要针对于曼德海峡这边有所新的动作呢？恐怕再次的冲高国际油价，干哥怎么看？好，纪文他所讲的曼德海峡是。对，那个大千刚刚也说到，来，我们来看这个图哈，曼德海峡为什么重要呢？它就在这里。其实老实讲，现在战争都是打这个地方，叫做波斯湾，对不对？那伊朗现在封锁这个地方，美国准备要打哈尔戈岛，都是在这个区域。那好，沙烏地阿拉伯干脆我就不跟你玩，我从这边我有什么？我有跨沙漠的油管，可以从这个曼德海峡出海，然后经过亚丁湾进入印度洋，所以说它就可以避开这边的战火。所以如果说这边被封了，纪文刚刚讲的，那苏伊士运河在这边，苏伊士运河就进不去了，就连地中海都不要去了。所以大家就晓得，你也出不去也进不来的话，那沙烏地阿拉伯就完蛋了，就死翘翘。所以大家要能够理解说，为什么沙烏地阿拉伯这次要下重手？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今天从沙那在这个地方沙那国际机场停了一架由伊朗飞回来的伊朗航空的班机，那里面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是沙烏地阿拉伯要过问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经过沙烏地阿拉伯的航空识别区，所以他要打你是理所当然。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图以后，就大概能够理解说，这个情势对沙烏地阿拉伯而言，它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我今天不能让你随随便便就让伊朗的班机飞过来，因为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政治表态。我如果说这些你们只是去参加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葬礼的这些胡塞组织青年团的这些人回来以后，然后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错了。那代表对我沙烏地阿拉伯的主权的一种挑战。你们从我头上飞过去再飞回来，好像没有把我当个人看待似的。那其实沙烏地阿拉伯有时候也是很气的，为什么？恨铁不成钢。为什么？因为这个沙那现在是被胡塞组织占领的。沙那是也门的首都，对。然後沙烏地阿拉伯怎麼樣支持也門政府軍來對抗
什叶派的这个胡塞组织，结果自己的首都都被胡塞组织给吃了，是，所以就很没有面子，你知道吗？然后刚刚为什么讲说，那他为什么还是要去炸沙那？因为你要知道，沙那很难炸的，美军都不见得炸得好。它2300公尺的高原机场，我讲句实在话，地面部队爬不上去啊。所以这个地方，坦白讲一句，它是有战略优势存在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哦，原来也门的战争打了10多年。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那也是一种夙愿。可是如果真的你把曼德海峡给封起来的话，就是伊朗要让胡塞组织为前驱去封曼德海峡，沙烏地阿拉伯一定跟你拼到底。为什么？他就没有出路了。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沙烏地阿拉伯做这件事情，当然有各种其他的因素存在了。那他之所以会要做攻击，去引发了这样的战火，我真的强烈的怀疑，他认为这架飞机上不是只有载人。就是你用了革命卫队的这个军机飞过去，究竟是载了人以外，还有没有载其他的东西？那么我认为这才是今天沙烏地阿拉伯同样害怕的原因哦。因为如果胡塞武装组织得到了足够的装备或者更精良的装备，是他要执行任务就并不困难了。是，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